哎，你知道如果过一段时间形势好转了，我大胖媳妇和孩子要是能过来了，我最愁的事儿是啥吗？你知道如果他来这儿生活找工作，他最缺的是啥吗？滚滚红尘，茫茫人海，有人缺增高的垫儿，有人缺资源的链儿，他缺东方情商的最低标准线儿，俗称没有眼力劲儿。我不知道长江以南的朋友能不能听懂啥是眼力劲儿啊？眼力劲儿就是摸清周围人情绪的一种基础生存能力。缺乏此物者的集中体现就是领导喝水你刹车，领导夹菜你转桌。俺俩在厦门刚认识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他在这个领域上有点差劲。但当时我寻思可能是就外国人整体来讲对于很多礼仪上的问题都表现得比较木讷。但后来我发现不是，就是他这个人眉中间有个红点，心缺个小眼儿，他缺心眼儿。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爸来厦门看我嘛，我就觉得这对象可能够呛成，我就一直没跟我爸说过这事儿，我就想自己上机场接他去。就是他听说了，非得要跟着。结果呢，我爸从机场出来，我看着我爸就以一个典型的东北方式打的招呼，我说到老爸，他就以为这是我爸名呢，站那儿漂白一片，也冲我爸喊到老爸，给我爸飘零都吓起来了。我爸心寻思，我这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来过闽南，不知道这地方现在经济发展不停歇，落地就是跌。然后他这不就没有眼力见吗？我爸挺大个行李箱，他还干瞪眼不知道帮人拎，我就捅过他，我说你帮他拎呢。他说的，人家我看到老爸挺年轻的，你现在我就帮着拎，人家到老爸该多心了。我爸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嘛，就突然之间非常不适应，再加上我老公的表现呢，就除了改口改的挺婀娜的，剩下的就确实挺尴尬。完，我大胖姐问我，你说道老爸是不是不喜欢我？我说道老爸不是不喜欢你，他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女儿这么早搞对象。我老公说啥是搞对象？我说哎呀，唧唧复唧唧，异性再相惜，女儿一长大终将成人妻。你就道老爸对这个事儿他还没有适应，你给道老爸一点时间。然后那天晚上，我老公就请我爸去的一个音乐清吧，完那清吧的乐手呢还有病了没来，整个清吧就俺仨人，一人点杯酒，围那小桌一坐。完我爸就发问了，你什么工作呀？我大胖媳妇儿，我没有工作，我还在读书。我爸又问，那你读完书是什么规划呀？我大胖媳妇儿反问，什么是规划？我爸说，就是问你毕了业要去哪儿。我老公说，啊，我不知道。我一看我爸当时那脸已经拉那老长了，我赶紧用英语跟他说，我说你就跟他说我毕业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完他就问我，那你毕了业要去哪呀？我说我哪知道啊，他老实惠了，告诉我那不行，那万一你毕了业想去索马里呢？撼动冷酷的道老爸，诚意心中挂。索马里呀，索马里 is not my 规划。你不能因为想打动一个人就瞎承诺。然后我就感觉我爸老不喜欢他了，就一句话也不说，气氛尴尬到人想死。这时候就来只猫，就趴我爸旁边朝窗外，咱也不知道它情郎在哪儿，就搁那叫唤，就是叫唤。然后我爸就瞪这猫。完我大胖媳妇儿，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想调节一下气氛呢，还咋地，就把刚学着词儿用上了，过来了拿杯酒敬我爸杯酒，说你不要怪他，他想搞对象，他想搞对象。许多年以后，就我俩马上都要办婚礼了，有一次在铁岭，我爸还有大胖媳妇儿一块儿去吃烧烤喝啤酒，都喝多了，然后我爸还追忆往事呢。说实话啊，就当时我不是很得意你，我寻思这小子是不是小时候在加拿大的地方被冻着过，怎么虎了吧唧的呢？但是我爸呢有个小习惯，这个小习惯呢在他喝酒以后尤为严重，就他常年练书法，所以他就经常一边说啥一边在空气中他就得练这个字儿，就搁这练，然后他这嘴呢还得配合他这书法，就是可能是要吹宣纸啊还是咋的，就这边写这边，所以我爸就一边抒发感情一边搁那自己虎了吧唧。我大胖媳妇就问我说，我老丈人这衣服前面这俩兜底下破那老大口，他不知道吗？我说他知道，但这衣服呢是我人生第一次打工挣钱给他买的礼物，所以他说破啥也得穿，除非你给他撕成碎片。就在这个时候呢，过来几个人要来敬酒，是我爸单位同事在这烧烤店认出他来了。但是我大胖媳妇呢完全没有察觉有人来，他那个不回弯的小脑袋里就回荡着那一句话，除非把它撕成碎片。他看他老丈人要起身，灵机一动上去呱家薅住了我爸胸口开线的两个衣服头。说时迟那时快，我爸一起他一薅，咵嚓一声，道老爸道主任在他的同事面前，白衬衫被撕下去两个大条，露出了枣红色的红衬衣，像对联似的。然后我老公还学我爸呢，撕成碎片。哎，你们知道吗？我家贾国达在加拿大跟着爷爷奶奶吃饭，一天到晚就是跟土豆子较劲，土豆子开张熬个土豆汤，土豆子大吉怼个土豆泥。你说这土营养，这不逗呢吗？我对贾国达这个成长发育我很担忧啊，我就说要不然给孩子包饺子，起码饺子里边有肉还有菜，也算勉强做到个膳食均衡。
我婆婆也听话，在网上搜的菜谱擀的饺子皮，但最后擀出那饺子皮怎么跟你形容呢？能当暗器，属于往人身上撇，贴着好管就毙命那种，老硬了。后来我说实在不行，你们可以去超市买点饺子。结果他一家人去的超市，买了3大麻袋冷冻的土豆馅饺子，还买了3大麻袋冷冻的蓝莓馅饺子。一吃饭用微波炉加热5个土豆馅饺子当主食，5个蓝莓馅饺子当甜点。这个当初饺子的发明者呀，如果活着，看着他们买的这个脏东西，还管它叫饺子，都得拿着我婆婆亲手擀的饺子皮自刎，就谁拦都拦不住那种。完，他家全家都这样，就都是这种土豆狂徒，营养全不咋均衡。完，我就天天叮嘱我老公我婆婆，我说我吧挺担心崽子像我一样的，因为身高在国外可以享受残疾人津贴，我不想让他享受这种资质，不是什么好资质。我婆婆的回答我都惊了，她跟我说，有事就是该多高多高，跟你家长怎么问也没有关系。我说哎 Wendy 你自己看看啊，就你儿子自称1.8米，但体检的时候1.77.5米，写的明明白白，就这个身高在加拿大是不是属于加拿中？那这里边还有个原因，就我老公和他那俩妹妹不是一个爹。我老公的亲爹呢，确实是个儿比较矮，在加拿大属于就加拿大偏小吧。但是我老公俩妹妹的爸，也就我婆婆现任老公，人家1.92米啊。那他这俩姑娘难道不应该是说咱说出生就39的脚吗？但我这俩小姑子都1.6米，你说这是不是营养不太对？我说我们可没有你们那么淡定。就我小时候，全家人瞅我不长个儿，瞅的都长个儿了。我爷当年还被人骗，给我买了一个增高玉枕，花了1000多。我睡了3年，枕头都矮了，我也没高。我爸首先质疑了他爸，就问我爷，你是不是被人骗了？我爷说，就何谈被骗呢？就算就是没长高，那肯定也是对这个营养吸收有好处。我爸说，一个枕头跟吸收营养有什么关系呢？那枕头里头缝的是唐僧啊，他晚上啃呢，我爷说，那你行你来。于是我就经常被我爸挂在单杠上嘛，然后他一整就是看老头下棋去了，给我落上边了。我穿一身红一动不动嘛。平时我被误以为单杠上挂的一条衬裤，过年的时候我被误以为单杠上挂的一挂鞭炮。哎呦我的妈，那也没长。反正作为中国家长，我肯定做不到外国家长那种就是新欢堂长，就爱多长多长。崽要达回来，我得亲手给他做点饭，补充营养，再给他充点雅培小桉树。因为想让孩子长个，你光补钙不行，光补不吸收，钙也进不到骨头里，补的跟钟乳石似的，还得有其他的维生素协同作用。小桉树里边的重点成分叫成长协作链，它是通过维生素 D 帮助吸收，然后维生素 K2 激活骨钙素，然后骨钙素把这个钙运送到骨骼才起到作用。对孩子来说，最重要它有自护力。小桉树是全球知名的儿童营养配方，有雅培100年的医疗健康品质，这里边有呵护肠道健康的菌源组合拳。益生菌咱知道是肠道的守护者，但是光有益生菌不行，益生菌得吃益生元才能活下去。补充益生菌加上益生元，才能更好呵护孩子肠道的自护力。还有32种营养素，眼脑体格一起高。关键是不加香精和蔗糖，不怕他吃完长他爸那体型。哎呀，不说了，我得带拿铁出去玩去了。拿铁最近开始自己走路了，我得培养他大长腿，争做就是铁岭5大镜。我的婆婆温迪她又要来了，这次事发很突然，我们都没有准备好。而最让我心中恐惧的是，张拿铁好像是疯。你们在这个视频的结尾会看到张拿铁发作的实况录影，你们也帮我判断一下这孩子这是什么毛病。那是一个很祥和的夜晚，我们一家在沙发上享受着岁月静好。突然我们接到了温迪的电话，温迪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今年年底攒了$8000。我们说，哎呀，那太好了。然后他说，再告诉你们一个更大的好消息，我要把这笔钱花在与你们相见。我们已经买好了机票，2月4号让我们相会在北京 China。当时局面很尴尬，就实在是欢呼不起来呢。我说感觉上感觉你们刚走。他说已经4个多月了，我们分别了4个多月了。我跟大胖姐互相看了一眼，当时我脑子里就一直在闪现一首 BGM，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缓过来，你又来了。然后我心里其实也有点不解，就我的公公婆婆赚的也不多，也没啥存款，怎么就攒钱就来了呢？一刨根问底才问出来，我的婆婆因为想节约，把她老公布莱恩的牙医保险给停了。我公公现在这颗门牙坏了，一直没法补，就这委屈受的，咱说就打碎了牙只能往肚里咽。结果最后预算不够，还没有布莱恩的机票。在电话里我看着布莱恩，我说不来，他说我说啊，所以你叫布莱恩。哎呀，反正就是挂了电话，心情很复杂。更让人意料之外的是张大铁，因为他忘了温迪是谁了。翟奥达一直跟他说，这是我们的奶奶呀。张大铁似乎不咋认识，也是对于一个2岁的孩子，上次见到他的奶奶还是他的前半生。我就想，那我得帮着张大铁唤醒一下他对奶奶的记忆，我就开始帮他找回忆。结果我发现吧，张大铁跟他奶奶的回忆不找也罢。你入学的新书包，他背回了加拿大。你雨中的花折伞，他说不用打。你最在乎的户口本，他也能给你丢。你委屈的泪花，都是因为他。我
发现其实我不应该给他找工作。本来的张拿铁爱忘你，但恨你忘了，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但是他们家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没说道没讲究，你也不用就特别礼貌的什么特别用心的怎么专门去招待。所以我心里就决定，这次过年我准备让我的爸爸，也就是温迪的哥哥，先把温迪等人带回铁岭，我在北京自己先缓2天，就说我有工作，养精蓄锐之后我再回去过年。然后我说温迪，那头2天我就不陪你了啊，你可以不？他听了完全不在意，说他自己在铁岭可以勇闯天涯，我到时候就给他留3箱白象东北黏糊麻辣烫就行，地道东北风味，黏黏糊糊，麻辣香浓，白象品类丰富，蟹黄拌面和糟粕素海鲜粉好吃又过瘾，在家就能尝到各种地域特色，美味不求人。但是问题是，大人现在都缓过来了。张拿铁疯了，告知他奶奶来了，又帮他找了一晚上关于奶奶的回忆之后，张拿铁入睡了。然后后半夜1点半，张拿铁应该是在睡梦中想起来啥，起床自己走出卧室，说啥要去上学。拿铁，你怎么了？我要上学，给我书包。拿铁，你要去哪儿？我书包呢？我想